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职业发展、个人成长和产品经理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有幸请到金沙江的投资人赵月成。那他以前曾经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且是谷歌的产品经理，后来又创业，后来呢现在成为一个投资人。关于他的经历，可以看我们的上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赵月成跟我们详细讲一讲风险投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那月成，假设你现在像我的奶奶年纪很大了，跟她解释风险投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的行业，你能解释一下吗？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平真的是非常有水平其实呢，我做风险投资做了2年了。今天如果要还是去问一下我爸妈，我具体在做什么工作，我不确定他们到底能不能回答得上来。那我肯定会尽力哈，就是风险投资其实呢，这个整个行业就是在做一个投资公司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大家都买过股票，对吧？你买股票的话呢，你是今天我买一份谷歌的股票，那我希望在10年或20年之后呢，这个股票的价格翻倍，或者这个股票的价格乘3乘5我会有一个投资回报，我会有一个投资收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再买比如说这个微软股票的时候呢，微软它每个季度还会给你分红因为这家公司它每个季度它都会有利润，它都会给你分红。那我们做风险投资呢，我们主要投资的公司对象是早期的科技投资或者早期的软件公司。那这些公司都有一个特点，这些公司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研发成本特别的高不管是在硅谷还是在国内，这些公司的研发团队都是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的工资都相对来说比其他白领的工资要高很多，所以他们的软件开发成本都很高。但是呢，他们的所谓的 marginal cost， 就是我的这个软件开发好了之后，我给10个或者是100个或者是1000个客户去用的时候呢，每个客户在用我的产品的时候，并不会给我产生很多的成本。这个呢，就跟比如说一家肉市场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一个用户去买肉的时候呢，你都是买了一个商品，那这个商品它是有一个制作成本的。那作为软件来说，我如果去买一份软件，我如果去买 Adobe Photoshop， 或者是如果去使用 Google Search， 那我去使用这个软件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公司产生更多的成本。所以我们做风险投资特别喜欢投资软件公司，因为软件公司是所谓的非常的 scalable就是你在 scale 的时候，你不会增加其他的成本。然后呢，我们投资的这些早期科技公司，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他们做好了，如果他们有所谓的如果市场特别想要使用他们的产品呢，他们的增长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快，而且在增长的时候呢，也不会遇到很多其他公司的这种增长上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需要去扩大我的生产，或者是呢我需要去扩大我的服务团队。作为一个软件公司来说，只要你这个产品做得好，只要你销售做得好，你的客户和你的收入就可以不断的提升。所以呢，作为风险投资人，我们是投资这种高成长的企业。大概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那这个投资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据我所知，是你们会买进一些他们的股份。二级市场就是说有一个交易所，我今天可以买一份股票，明天我可以卖出去。我卖出去的话呢，任何其他人都可以买我的这份股票，这个是2级市场。那1级市场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存在的市场。那在这个市场上呢，这些投资产品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 liquid 的，就是我不是说我今天可以买到，明天我就可以卖出去那特别是对于我们早期的科技投资人或早期的风投，我们是在一家公司特别早的时候，比如说这家公司只有3个人、5个人、10个人、20个人可能最多100个人的时候，那家公司和它的可能收入规模也相对来说比较小，比如说从0到几百万美金这样的一个收入规模。我们在公司这么小的时候，我们去买入它的股票，我们会以一个我们给这家公司定的一个估值、一个价格去买入它的股份，然后呢，我们会一直拿着这部分股份，一直等到这家公司最终被收购，或者是这家公司 IPO， 或者是上了这个2级市场。上了2级市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股票慢慢的卖出去，把这部分钱收回来。希望当然这个股价也有很多的上升然后我们把这个钱收回来，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收益的这种模式。那风险投资里面这个风险这2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风险这2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投资的大部分公司最终都会失败，所以特别是所以这个就跟2级市场投资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个今天我去买一份微软的股票我可能不会想到就是我的这一张股票之后的价值有可能会变成0。作为风险投资人，我们投资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会有这种意识就是我们投的这家公司它有可能会倒闭，或者是我们买的这个股份它有可能价值会变成0。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哇，那可以就是说你们已经是精挑细选了，但还是有这个企业会倒闭的觉悟，对吧？非常有可能。那怎么挣钱呢？如果大家都倒闭了？这个行业呢，它是靠着一些
特别大的我们所谓的 exit 哈，就是特别大的一些，就是我们投资了一家公司，如果这家公司之后变成了谷歌，或者如果这家公司之后变成了亚马逊，这一个投资的回报可能就会是100倍或者是1000倍。我们放进去个500万美金，那最终可能500万美金会变成5个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那这些投资案例呢，就会抵消掉我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可能会投资10家公司，可能有1家特别成功，可能9家没有那么成功，或者是这个可能有个5、6家公司最终倒闭了啊，那这些钱当然也就亏掉了啊。但因为我们是一支基金，这支基金里面会有一个 portfolio 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被投公司，所以只要这个 portfolio 里面有这么几家相对来说比较成功或者是非常成功的话啊，这些其他的公司投资案例可以不成功，可以变成零。明白了。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风险投资呢，在企业早期的时候选择一些精挑细选的公司投进去，然后呢，期待呢他们很可能很多都会失败，但那么有一小部分呢能够做得特别成功，哎，它就成功了。是的，大概是这个逻辑。没错，很好很好。那风险投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你的同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如果说有人说，哎，我想做风险投资，我怎么成为一个风险投资人呢？风险投资人的背景其实还挺多元化的，我觉得哈，就比如说有一些投资人背景像我一样，是科技背景出身，然后呢在科技公司做过产品或者是做过运营或者做过其他的职位可能呢也创过业啊，那这些人当然是这个风险投资人的一部分。那风险投资人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说是金融背景的啊，之前在华尔街做过，或者是在其他的投资行业做过，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这个各种2级市场的股票那他们可能也会变成1级市场的投资人，也会变成风险投资人，这是有可能的那当然有一些人从大学毕业或者是从硕士毕业就直接做投资人了这一波人其实也有，可以说是任何人可能都可以变成风险投资人，但真正做好的投资人，这是一门研究。所以说我大概听到3种路径吧。一种路径是从业界进来，不管是公司还是创业；一种人是从财务的这个机构进来，然后从2级市场或者怎样；还有一种人是大学毕业，可能某一些这个机构他想去吸收一些新鲜血液，他从这个里面进来。那这么几种不同的路径。那你同时又说，虽然路径是不少的，但其实呢，也并不是谁都能做的，对吧？那这么多路径里面，最后你们如果要筛人的话，筛什么人出来？每个机构会有不一样的喜好吧，对当然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金沙江这个在我们去建立我们团队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投资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去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思考能力特别强，对，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做投资人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行业分析、行业理解和分析企业这些工作上，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你需要有这种能力去做很细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重的这个 quality number one。那当然，我觉得做投资人避免不了跟其他人打交道所以你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 必须强，然后呢，你的这个自主判断能力也必须要特别强，所以你不光能够分析，你不光能够把这个事情看透你还要对事情有一定的判断。我的感觉哈，风险投资特别难做的，就是它会在一些不确定性里面要做出一些决策，对吧？像我们产品经理，如果我们决定是这样走还是那样走，一般都有用户调研，一般都有很多数据进来，然后我们做一个决策。我们一般来说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你们投早期公司，这公司就3个人，就10个人，你哪知道这公司5年以后会怎么样？这个有很多不确定的，就是完全没有足够的信心给你做决定，或者足够的信心或足够的信息，这怎么做这个决策呢？那这样的人，他什么样的有这样的能力？就像有一个水晶球一样，在如此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能够预测未来这个公司能做好呢？其实我觉得 Big Joe 哈，就你刚才说的呢，非常正确。就是说我们在做早期投资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那当你去做一家公司的产品经理，或者是你去做后期投资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确定性，你起码有更多的数据你可以去看。做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数据，但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去搜集信息了那当然我们会去搜集市场上的信息我们会对这家公司的它的战略去做一个判断，我们会对它的商业模式去做一个判断，我们会去看就是它在这个市场里面是有这种是有没有任何规模效应我觉得这些就当然是我们要早期去做一些判断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团队的判断，我们认为这个团队是不是特别的有凝聚力，我们认为这个创始人是不是有这种想要去创业，而且想要去做一家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家企业的这样的能力，这样的 ambition 当然需要去做这些判断，把这些判断全部都聚集在一起，才能最终决定我们是否投还是不投一家公司。明白。我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像我们产品经理一般来说有大量的数据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做很多的定量分析。但早期的投资呢，你也要收集数据，但是呢，定量分析不够的时候呢，你需要做非常多定性分析，就对于这个人的判断。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一门
艺术，而不仅仅是像数学一样的这种科学。对，早期投资的一个挑战吧，就是像对照你刚才说的这种数字方面的数据，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比较有限的，所以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些公司的具体的机会和他们具体的问题。那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它里面的人员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因为我知道有人是合伙人，但也有人是什么分析师啊什么的。一般这个团队怎么组成的？然后它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职业路径呢？因为每家机构的它自己的这种 philosophy 都不太一样哈，然后投资机构也分早期、中期、晚期。那像我们这样早期投资机构呢，大部分的早期投资机构它的投资团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比如说金沙江创投，我们所有的基金加起来大概管理规模大概有30亿美金，但我们整体的投资团队只有10几个人左右，所以呢，我们大家的这个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啊，是非常平的，没有分析师，没有太多的层次，大家做的事情也都相对来说比较相似，比较类似。那当我们去看一些其他的机构的时候，比如说它的管理规模可能比我们还要大，或者它做投资的时候，它需要投一些中期或晚期的公司，比如说 Series C、Series D 或者是 Pre-IPO， 他们在做这样的投资的时候呢，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很多的数字方面的数据，他们需要去做分析，他们需要去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的分析师。所以你去看这种特别大的这种 later stage growth stage 的这种投资机构的时候，你就看他们的整个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长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有分析师，他们会有分析师上面的高级分析师，高级分析师上面可能还有合伙人去做最终投资决策的但就是 organization 会有很多人去做很多背景调查，去做很多数据分析，这样。明白。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很多不同的阶段，什么 A、B、C。假设这个又说到，比如我奶奶，她其实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能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我听说有东西叫 seed， 有的叫 pre-A， 有的叫 A， 这到底什么意思？对，其实这些概念呢，也就是一些概念而已。我觉得大家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一家公司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会经过很多不一样的阶段。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或者2个人有一个主意在自己的家里这家公司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的产品，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只有他们2个人。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公司非常早期的阶段。那公司下一个阶段可能是有几个人了，开始做研发了，有一个产品了。那这可能是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开始销售了，这家公司开始赚钱了，或者开始有一定的收入了。那下一个阶段就是 OK， 那这个从比如说这个特别少的收入呢，慢慢的涨。所以在这家公司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如果想要去融资的话，他一般是一轮一轮这样去融，他不会说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融够了所有的钱，我就公司可以一直撑到 IPO 他会先融个一点钱，然后呢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再融一点钱，经过了一段时间发展我再融一点钱。所以呢这个 A、B、C、D、E、F、G 也就是这么来的，每一轮每一次他融资他都会把这个字母往上提一个。那刚才贝宙你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什么是种子，什么是天使，什么是 Pre-A 什么是 Pre-A 加，什么是 A 加，什么是 A1，什么是 A2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这个我们经常可能在新闻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命名方式。其实这个命名方式并不重要，有些投资人可能喜欢，有些投资人团队喜欢管它叫种子，有些投资人团队喜欢管它叫天使，有些投资人团队喜欢管它叫 Pre-A 那可能 Pre-A 的这个名字在国内用的更多，在美国的话天使和种子可能用的更多而且在美国可能一般来说天使是比种子还要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 somehow 就是大家的理解都不是特别的一致了，所以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方式出现。那作为你们早期投资基金，就这些是全投的是吧？就比如说从最开始只有1-2个人也投，有了10几个人有一点点利润的时候也投，是吧？我们主要 focus 的阶段呢，其实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 A， 说的 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家公司可能有了几个人了，有了一个产品了，甚至它可能有一些收入了。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一个 sweet spot， 是我们比较专注的阶段。那在这个阶段之前，我们也会去投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特别喜欢的团队，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特别看好的领域或者是一个特别看好的机会，我们当然也会在比如说天使或者是在种子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去进行投资。对，但我们主要的投资阶段是 A。好，那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风险投资基金这个机构里的管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们募资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们团队的管理是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个案子从你接触到最后投资，他把这个钱打下来，这个决策链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能讲讲看一个基金的管理吗？可以。again， 每只基金都不一样，每只基金的管理模式不一样，每只基金募资的方式也都不一样。那我可以讲一下金沙江，给大家做一个例子比如说金沙江，我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其他的机构比如说美国的各个学校的 endowment， 比如说美国的各个州的一些 state pension fund 就是养老基金比如说还有一些投资机构呢，它专门是从其他的 source 募资，然后自己做一支基金
然后再把这支基金的里面的资金再去分配给其他的基金管理人，比如说像金沙江这样，那这些基金就是所谓的 fund of funds 啊，所以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都有哈，但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机构的这种资金。我们把这一部分资金募到之后呢，我们会做一支基金，比如说我们最近的GSR7的这支基金管理规模大概在4亿美金左右，那这一支基金就是我们募到了4亿美金，那我们这4亿美金呢，全都要投到我们的被投公司里面去，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吧。那每一支基金都会有所谓的 general partner 或者是 GP。general partner 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正就是在名义上，在法律上你是这支基金的管理人啊。那金沙江呢有3个这种有3个合伙人哈，这3个合伙人是这支基金的管理人啊。那这3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base 在美国的 Richard base 在国内的朱啸虎还有这个丁健所以他们是这支基金的真正的投资管理人那我们这些人呢，当然也都是这支基金的管理的一部分，但最终的投资决策都是大家一起来做，而且肯定会有这3个人的参与。每一支基金，每一家投资公司都是这样的管理模式。那刚讲到你们的管理人是 GP， 那个投资人叫什么？投我们的投资人哈，就是我们从这些机构募资过来，这些机构是我们所谓的 LP 或者是 limited partner。那 LP 跟 GP 之间 ，LP 可以对你们指手画脚吗？比如说你只能投这个方面的人，你不能投这个方面的公司，还是他们不管？每一个 GP 和 LP 的关系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哈，但对于一线基金来说，这些 LP 都是绝对相信这个 GP 的管理能力和投资能力的，所以呢，他们一般来说是不会过度的去关心，就是这支基金到底是怎么投的，你们投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当然每年和每个季度都会给 LP 做一份报告给他们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的投资进度，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去干涉我们的日常工作。明白。是不是你们在募资的时候也会要讲一下这个我们拿的钱打算怎么投呢？有个计划或者是往哪个方向等等？一般来说呢，可能都会大概的有一个方向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支基金是我们主要偏重于投资这个 enterprise SaaS 我们比较偏重于投资接服或者说我们比较偏重于投资消费类的那这个可能公司这个基金的具体策略呢，也跟这个基金的管理人的个人经历也是相关的。对，所以当 LP 去做投资的时候，他也会去想一下那我是不是想要投到这支基金里面，或者是我也想投到那支基金里面。对，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前几年金沙江3号呢特别喜欢投平台类的公司，就是把什么这个那个 match 在一起，比如说什么共享单车之类的，这是一个策略吗？这是在募集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的吗？这个确实是一个策略哈，而且我们在募资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大方向可能会讲给 LP 听就这个肯定是我们这支基金的一个看的方向，但具体会投多少家公司，具体会分配多少资金，这些都是到时候要看市场，要看具体机会再来决定。是的，投得很准啊，好像好多的这个平台的产品都是你们投的。我们比较幸运吧，我们是滴滴的第一轮投资人，我们是饿了么的第一轮投资人我们是这个ofo 的第一轮投资人小红书和去哪儿，这些都是科技平台。真的是 platform business 高手。下一个问题呢是说，那一个案子首先怎么接触到一个案子，然后最后这个案子最后是怎样最后被通过来决定的这个投资的呢？这个流程怎样？这个流程 again 每个机构都不一样。在金沙江呢，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投资比较早期，而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投资团队也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呢，每一个人接触到一个项目之后呢，首先会对这个项目做一个基础的判断，会对行业做一个基础的判断，而且会花一段时间去做行业里面的研究和对项目的研究。那做了足够多的行业和项目的研究之后呢，我们会每一个投资人会自己产生一个对行业和项目的判断，我们会判断一下这个行业和项目是否值得继续跟进。如果这个项目值得继续跟进呢，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个跟其他合伙人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这样的话，所有其他合伙人都能够有机会去了解一些项目并且去问一些他们的问题。然后呢如果大家觉得项目还是值得继续跟进呢，那这个主要的投资人就是最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投资人，他就会继续去做我们所谓的 due diligence， 或者是继续去做各种研究，最终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投资我们是要投还是不要投如果我们决定这家公司要投的话呢，我们会出一个所谓的 TS 或者是 term sheet， 这个 term sheet 上会写上我们投资多少钱，我们估值大概是多少，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投资相关的条款跟公司协商。如果跟公司协商成功的话呢我们会签这个 term sheet， 然后可能会做一些 term sheet 之后的继续做
一些研究，做一些 due diligence， 特别是看一些这个公司的资料看一些他们的合同，看一些他们的收入确保这个公司的状况确实是我们当时签 term sheet 的时候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之后会进行这个法律条文的签字之类的，然后打款，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好的，谢谢月神。那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呢是采访月神的第2期，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它是干什么的，它的人员组成是怎么样的，它的管理流程是怎样的。希望呢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呢，可以去做更多的研究。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呢会是采访月神的最后一期，因为刚才月神讲到了这个风险投资呢，很重要的是看大势，做很多高层的一个研究和分析。等一会儿呢就想请这个月神来点评一下，那现在这个时候2020年这个科技行业创投的热点和未来的一些趋势，请大家下次节目不要错过。还有呢，现在我们屏幕上打出了一个2维码，是我们刚刚怎么样呀建立的读者微信群，你扫码，然后呢就可以让这个小伙伴拉你进群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给我们点赞、评论、转发。然后如果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你能在这个哔哩哔哩上给我们3连，那就是更好了。好，谢谢大家，也谢谢月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